基本上我们讲它能让热能的那个用处什么？两个地方产生动力，第二个发电，不管怎么样都要有热。那热怎么来？就这些方式都可以啊。第一个烧嘛，所以我们讲说，基本上你怎么得到这些热能，有很多种方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这样讲的直接燃烧。另外很多方式啊，我们讲过说核能也会放热。太阳热能也会放热啊，对不对？你们可能都还会这种。小时候我在乡下的时候，我们要洗澡水就是2点多的时候去放冷水，在太阳底下，大概4、5点的时候水就温了，我们就可以洗澡了。最简单的太阳热能嘛，对不对啊？现在有很多太阳热能的发电，海洋热能啊，海洋热能或许大家比较没有听过。事实上，你只要有温差就可以发电嘛。那你想想看，第一层海洋跟上面的海洋有没有温差？有啊，所以海洋热能这个东西，当然它的成本还蛮贵的，因为在海洋，但是基本上都已经有一些厂了，尤其是像中国大陆沿岸有蛮多那种小型的海洋那个温差，还有美国、日本都有一些那个厂，还有什么样地热能嘛？不要想到说温泉只是用来洗温泉的嘛，对，温泉也是可以用来发电嘛，很多很多。所以呢，你任何东西可以想到热的，你只要温差可以到达大概10度、20度以上的话，基本上就怎么样？就可以做一些发电的，所以那个王启文老师那边也是做一些什么一些低温的发电嘛。不，你想想低温怎么让水沸腾？有温差可以有热传，但是如果它觉得温度低的话怎么办？什么高压吗？对吧？降压嘛。所以说你只要降压的话，水还是会沸腾啊。所以只要你有温差可以让热进来、热出去，我就有办法让它水沸腾，然后我就有办法推动刚才讲的那个什么那个 Rankine cycle 嘛。当然是你的 Rankine cycle 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而已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讲说基本上有这么多来源啊，都可以可以当热能。那其中这几个都是后面的章节会讲的。我们今天就讲这个第一个讲第一个那个 fossil fuel 就是那个化石燃料的，这个没什么讲的哈。什么叫燃料？只要可以烧就是燃料嘛，对不对？包括人体都是燃料，只是没有人拿来烧而已。这样子，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大部分的我们所一般的那个化石燃料是什么？都是一些碳氢化合物嘛，对不对？这边大部分都是一个碳氢化合物，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多的煤矿，对不对？石油、天然气、油页岩，还有什么样？还有油砂，这些东西后面油页岩现在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嘛。油砂或许大家不是那么的清楚，不过油砂这东西也是很多啊，在整个加拿大很多，只是说它提炼成本很高啊。其实我们讲过，世界上不缺能源的，只缺什么？便宜的能源而已。你如果只要讲能源的话，可用的能源还多得很呢，完全只是因为什么经济价值而已。好，所以照本宣科的讲一下，煤矿。对不对？大部分都是什么？大部分都是碳，对不对？然后一些少数的一些 O2、H2 啊，什么东西？当然 O2、H2 这个东西是 OK 的 ，N 啊 S 那种东西就不好了嘛。那个都变成以后的话就变成一些排放物，都是一些不好的排放物嘛。当然还有一些什么水分跟 ash 啊，这是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了。那基本上大部分的那个液态燃料的话都是什么样？都是 hydrocarbon， 都是碳氢化合物嘛。比较多用到是什么样？当然，然后基本上你可以用一些什么蒸馏法，那个以后会讲，用蒸馏法把它给提炼出来。大部分比较耳熟能详是什么样？辛烷嘛，就我们的那个石油是辛烷，比如说我们是什么95、92、98就是什么样？就是辛烷值嘛。它辛烷的含量是多少？就是代表那个 octane 就是我们一般的我们使用的那个汽油都是辛烷比较多嘛。柴油的话，大部分是什么样？是这个嘛，就是12烷啊。好，这样的这就是烷，大家都知道嘛，化学都知道嘛，它只是我们的甲乙丙丁天干节到10而已，所以12就没有东西可以命名了嘛，就是12烷嘛，就是那个我们的柴油，然后还有一些是醇类，也是可以蛮常用的甲醇，那乙醇，比如说你那个乙醇酒精的话，这个是甲醇的那个不甲 ，methyl 是什么？是这是那个酒精或是甲醇。都是甲醇或乙醇都是可以当燃料嘛。一般我们讲说，一般的燃料中都是用来提炼乙醇比较多嘛。比如说像我们的甘蔗，
就是一个非常好提炼乙醇的东西。当然，你可以在家里自己试着酿酒，那就是一种乙醇嘛，只是说它浓度跟纯度高不高而已。所以基本上大部分我们使用的液态燃料，固态就是什么煤矿，液态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辛烷，就是柴油、甲醇、乙醇这样子。气体的话就是什么，甲烷嘛，甲烷就是我们的天然气嘛，对不对？所以说这几个是大家比较常看到的一些我们的化石燃料。好，那我们讲说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是看起来都是很杂七杂八的，这看起来就知道这是我古远前大概10年前做的 PowerPoint。你看你不觉得那个 PowerPoint 有时候变得好像图比较多、比较整齐，有些乱七八糟，就是比较早期的。然后我讲说这种东西也不是太重要，所以我就没有改。反正 anyway 就是说你的燃烧过程，对不对？就是一个 chemical reaction 嘛。啊，这个时候你就什么？最重要你要放出燃料嘛。那需要什么样？需要氧化。所以其实什么叫燃烧啊？这又是一个定义，什么叫燃烧？什么叫燃烧？有氧化作用，叫跟氧作用就叫燃烧。就这么单纯吗？但是我们一般讲的燃烧，又好像说要什么要发出热啊，什么东西啊？对不对？那现在有一门学问叫做，不是现在，有一本古老有一本学问叫做燃烧合成。它用合成的方式，它产生高温在某种方式，你要让它产生反应。但这个反应的话，基本上它会放出温度跟亮度，然后合成新的东西，但是它没有氧它只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像烧的过程，我们叫燃烧所以有时候，但是要定义什么叫燃烧啊？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们不要讲那么我们讲一般我们传统讲的燃烧，就是跟氧产生剧烈的反应，然后到最后可以放出热量跟光，我们就叫燃烧嘛。OK 就是讲这个比较，所以基本上一定要氧化物嘛。那我们一般氧化物都是什么？用空气就好嘛。所以但是用空气会产生一些问题嘛，对不对？比如说基本上，在一个什么在常温里面，在常温里面，基本上我们讲说这个什么空气里面大气里面本来就很多氮跟水蒸气。如果在常温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视为什么惰性气体，不参与反应嘛。但是温度如果够高呢，氮也会来烧啊。当然你应该讲说氮也会来反应的，用氮也会来烧有违我们一般的常识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因为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定义燃烧，就是氮也会来反应啊。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那个水蒸气也会被离子化。所以变成说，一旦是高温的话，就会产生一般比较多的问题。这就是在做高温燃烧的时候需要的一些更深入的研究这样子。好，那这边讲说，基本上燃烧就是什么过程？就是我的 reactant 变 product， 这个没什么了哈。这边有个这个叫空燃比，大家有没有听过的？有吗？空气跟燃料的比嘛，对不对？基本上如果讲说这个空燃比，就是说，它现在到底有多少人？这个空燃比会影响到说到最后这边是一些比如说像碳燃烧会是这样子。不过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般都讲说氧跟 C 跟 O2 就变成 CO2 嘛。事实上现实世界里面是这样子吗？当然没有啊，会有很多 CO 啊什么东西有的没有的出来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那种你要研究整个完整的化学，我们叫做kinetic， 那个真的是还蛮复杂的哈。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完全的燃烧是这样，但大部分你都是不完全燃烧。会产生一些中间产物，这些中间产物有些是稳定，有些不稳定，然后可能还会一个离子、游离这样，所以基本上有很多中间产物的产生，所以基本上燃烧一个过程是蛮复杂的哈，不是讲就是说不完全燃烧，对不对？然后当然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控制一些什么，我们的理论值嘛，比如说1摩尔的碳跟2摩尔的氧就变成1摩尔的碳跟1摩尔的氧分子就变成 CO2， 这是标准的我们叫理论的燃烧。那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这样？不一定。还有呢，你的供应量到底有没有，对不对？比如说你引进来我们的氧化物引进来是什么啊？空气里面19%点几的那个氧气，那你要供应给它多少燃料？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完全燃烧，你要供应那么多，但是呢，又偏偏它又不会完全，它又不是说它反应速率有快慢，它可能又不是这样子，它可能你给的太多。它残余了，你给它量不够，结果它先跟别的东西反应了，所以变成说，真正的基本上你要知道说，这个空燃比就是说，理论的空燃比跟实际你给它空燃比中间，我们就会有一个会有个值，这个值的话就代表说我到底是给它太多的什么样燃料，还是过少的燃料，这就是一些，所以我们才讲说，在以前是化油器，先把什么燃料跟空气先混合，现在不是，现在是用喷油的。
所以说常讲说要怎么控制你的喷油量嘛，对不对？你要喷出去，那同样的油量喷出去，如果喷出去很大颗跟很小颗，那效果会不会一样？又不会一样嘛？为什么？因为你的反应是跟什么表面积有关系嘛，所以说变成说你喷出来的颗粒大小跟你的量，所以变成说未来就会越来越精细的去设计那个什么喷嘴然后用喷油引擎然后用喷嘴，然后喷多少量。当然我们一般讲说希望是越小颗越好了，越小颗代表怎么样？你的反应速率越快嘛，因为你的表面积越多嘛。同样的量，所以说希望你这样子，我们都是希望越小越好。但是这也是一门学问了，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在讲说我们台湾连一个引擎要做出来都做了那么久，对不对？好，那我们说产生出来的能量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是整个 system 的能量的改变就是怎么样？你的这个状态能量跟整个什么，跟它本身 chemical， 它本身那个它本身的内容的改变嘛，这都是热力学里面。这个我就不用讲，大家看一下。其实重点就是要讲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样？基本上你只要大概知道产物的什么的含跟什么样，跟那个反应物的含两个的相减，就是我们怎么样放出来的热嘛。但是放出来的热是不是100%是可以使用？那是当然不可能嘛。所以我们还是得要去看它的有效率这样子。这边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重点，这个大家知道嘛？这个什么 HHV 跟 LHV 大家知道嘛？热就是什么高温热那个什么那个高热值跟低热值就是什么？你排放出来的产物如果是气态，那么呢，它的什么样？它的热值会比较高还是比较低？如果排放出来的东西是气态跟液态比的话，低嘛？为什么呢？因为气态本身就含有比较多热嘛，你的热很多都用产物这样子排放出去的嘛，当然你产生出来的净热就什么就比较少，所以基本上你就为什么讲说，然后我们希望我们排放出来的是什么？是低温的，是气体，是液体嘛，这样我们的热值比较高嘛，对不对？所以说你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让它变成低温呢，你就需要很多。当然除了这个原理之外，还有很多冷却系统。所以你就发现说，为什么大电厂都要建在海边嘛，或是河边嘛？为什么呢？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冷却水嘛，对不对？不然然后那你的车子排放出来的，你就想看我们车子，如果有一天你的排放的是液态水的话，那不是那种冲力会更大嘛？除了热值之外，冲力更大吗？但是不可行的，你怎么可能后面拖了一个水，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还是食物上面要考量。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说，以后我们在看说，基本上它的有效率，我们要看它以一个 HHV 来比较它，或是 LHV。比如说我们讲说比较它有效率，以后会讲到说那个氢跟氧结合变成水，这就是什么呀？燃料电池嘛。好，但是氢跟氧结合水也可以用燃烧也是有热量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说，我这个氢跟氧的结合，我到底要用燃料电池的方式让它产生热能呢，产生电能呢，还是我用燃烧再去什么发电？所以你就要比比出来的话，就是说原来氢跟氧用燃料电池的方式产出来的电能比较，如果是以电能的考虑来讲呢，它比较好，那以后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对，先不管成本这成本还是有差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说，但是氢跟氧就有2种热值比较 ，HHV 跟 LHV， 那你要跟哪个比？你当然要跟严格的比你不能讲说我今天氢跟氧的燃料电池的那个的有效率，我找个市值找软的吃，我跟它比人家明明可以用比较好的东西来发电，你为什么要找软的比？所以基本上以后在比较的过程里面，2种不同的能源比较，你一定要取高标准嘛，取那种能源的最高的那个有效率来比，这样子。